这就俺师傅啊，那是训练方法，就一个字，给的有效，打。在一场万众瞩目的自行车比赛上，耿浩以0.01秒的差距输给了走狗史运的对手，屈居第2。比赛结束的间隙，一个自称法拉利保健品集团总裁的男人递上了名片，男人名叫李法拉，想邀请耿浩做个产品代言。耿浩不疑有他，在拍摄期间喝下了那瓶掺了东西的糖浆，导致他的尿检结果显示为阳性。自此也就告别了热爱且为之奋斗的自行车比赛生涯。师傅也因为这件事被气得脑血栓发作，下半身瘫痪。李法拉事后便杳无音讯。耿浩则开着一辆货车做起了拉水产的生意。他将瘫痪的师傅安置在自己家，负责照顾他的后半辈子。比起耿浩，师傅好像更在意之前那件事，包括那块银牌。两人的日子吵吵闹闹，直到某天，师徒二人在电视上看到了失踪已久的李法拉。耿浩虽然恨得牙痒痒，但时间过去了这么久，他手头也没有足以控告李法拉的证据，就算能找到他也于事无补。气急的师傅甚至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想要亲自去抓住李法拉，将他扭送警局，结果却不小心摔下了楼梯，当场死亡。火化师傅以后，耿浩一时凑不到买墓地的钱，便将骨灰暂且放在市郊的寺庙供养。与此同时，李法拉因为和妻子张翠花感情不和等诸多问题，于是便花5万块买葬之人，想将张翠花除之而后快。两个杀手是未来姐夫和未来小舅子的关系，因为没钱娶亲，便想出了进城做善人买卖这个损招。二人一番合计后，打算制造一场车祸超度张翠花。为了尽早让师傅入土为安，耿浩决定卖掉自己的水产车。两个杀手相中了这辆车，他们先是冒充买主给耿浩下了套，紧接着又假冒交警，以酒后驾驶的名义扣下了耿浩的水产车。走投无路的耿浩看到了墙上补肾药的广告，想到了找罪魁祸首李法拉要钱。这边的杀手成功骗到车以后，便一刻也没有耽搁找到了张翠花。小舅子正准备给张翠花的摩托车动点手脚时，被出门拿东西的他撞了个正着。两人见此情形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将张翠花绑进了水产车。张翠花听完录音后认出了李法拉的声音，为求活命，她答应出6万买自己一条生路，同时让二人杀了自己老公李法拉。小舅子为了显得专业，烧掉了张翠花给的照片，却没有记住目标的长相。另一边，台湾乌龙帮4人来到大陆，和泰国毒枭查猜做的 pen 交易。查猜在泰国杀害了自行车运动员后，将 The Pen 藏在了比赛用的自行车里，混过了海关。乌龙帮几人为了省钱，住在市郊的寺庙里。之后双方按照约定来到体育馆交易。与此同时，耿浩来到市体育馆，找到了正在拍广告的李法拉，两人一言不合动起了手。耿浩逼问他认不认自己之前做过的事，被武力压制的李法拉一边点头称是，一边偷偷报了警。警笛声响起，正在交易的乌龙帮大哥立马警觉，他以为是查猜想要黑吃黑，马上掏出枪瞄准了他。经旁边小弟提醒，才反应过来不可能是查猜叫来的警察，于是老大决定暂停交易，带着小弟落荒而逃。阿姐，你是太冲动，没有礼貌，你看打成这个样子。看到李法拉报警的耿浩也闻风而逃，躲到更衣室的他撞见了还没离开的查猜，示意查猜不要说话后，耿浩躲进了更衣室的柜子，还将自己的一只鞋放在窗口，想要误导警察。就在他差点逃过的时候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耿浩自然被听到动静的警察抓了个现行，而查猜则凭借灵巧的走位躲过了警察，然后将随身带的 The Pen 藏在了李法拉的车里，自己换上车里的衣服，堂而皇之的离开体育馆。耿浩被警察押上了车，查猜在外面观察体育馆里的情况，两个杀手误将他认成了李法拉，一扳手便将他敲晕了过去。被带到警察局的耿浩赔偿了李法拉5000元了事，查猜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两个杀手犹豫了好久没能下得了手，就伪造了一件血衣交差拿尾款。小舅子嫌车里热，打开了空调，却没想到误开了车厢里的冷冻。查猜挣脱了绳子，却打不开车厢，被冻得瑟瑟发抖。两个杀手找到张翠花拿尾款，撞到了返回家中的李法拉。夫妻二人互相买葬之人的事被揭穿，两个杀手见此情形也不敢多留，钱也不要了，仓皇离开。屋里的李法拉和妻子还在因为这件事拌嘴，两人争执间，李法拉误杀了妻子。另一边，两个杀手也发现了被冻成冰雕的查猜，二人直呼倒霉，并决定找李法拉拿回应得的钱。李法拉误杀了妻子，正不知该如何处理。耿浩好巧不巧找上了门，李法拉眼珠子一转，心生一计，他将耿浩请进门，把6万块钱给了他，顺势将他的指纹留在了杀害妻子那把刀上。耿浩虽然没搞清楚李法拉为什么突然转变，但还是乐呵呵的拿着钱离开了。刚出门就又遇到了开着他水产车的交警，耿浩连忙迎上去，抽出几张大钞色给杀手姐夫，想让他通融一下，把车还给自己。杀手正不知道怎么处理尸体，于是二话没说将车还给了耿浩。耿浩以为今天行了大运，没想到是背了2条人命。耿浩前脚刚走，李法拉后脚就报了警，接着又狠下心捅了自己一刀，伪装了耿浩先杀妻子又伤他的现场。这一幕被两个杀手看得一清二楚，
二人进到屋里揭穿了李法拉，还威胁他交出6万块钱。警察接警后也火速赶到了现场，没谈妥的3人只能暂时躲在地下室。耿浩有了钱也有了底气，他拿着现金来到殡仪馆，给师傅安排了最有排面的黑社会送葬仪式，然后开着自己的货车回到家。打开车厢门后就看到了冰雕茶菜。耿浩火急火燎地来到警察局报案，警察们忙得不可开交，只给了他的单子先填好。耿浩拿着单子来到打印机旁，无意中看到了自己被通缉的消息。他反复确认后发现确实是自己，一时间找不到头绪，他只能先逃离警察局。耿浩心里记挂着师傅的事，他开着车来到寺庙，想要带走师傅的骨灰，先将其安葬。暂住在寺庙的乌龙帮发现了耿浩车上茶猜从不离身的挂件，他命人搜查了一番，在车厢里找到了冰雕茶猜。随后老大脑补了一出内地帮会渗人越货的戏码，分析出了此人一定大有来头，杀了茶猜还找到了他们，想必是为了继续交易。于是他们等在了庙门口。耿浩抱着骨灰盒出来后，看到了乌龙帮几人，以为他们是殡仪馆安排的黑社会送葬队，两人自说自话。老大凭借自己的脑补技能，居然顺利完成了这次交易，带着骨灰盒叫了辆出租车离开。满嘴顺口溜，你得想考研呀。车上，小弟觉得东西分量不太对，两人打开箱子先后尝了一下，发现味道也不太对。发现上当的老大怒火中烧，抱着骨灰盒来到了殡仪馆。老大看到花圈上的名字，谎称自己是耿浩的朋友李法拉，向工作人员询问耿浩的地址，得到的却是反反复复一句不方便透露。这时候两个杀手因为迟迟拿不到钱，决定开着李法拉的车子离开。小舅子却无意中在车上发现了茶猜留下的 pen 和他联系乌龙帮的手机。姐夫是个胆大的，他记下手机上唯一的联系人号码后，将电话拨了过去。乌龙帮正愁找不到人，双方便约定了见面地点。没成想首先等来的又是警察，警察没找到耿浩，却在旁边的出租车发现了被锁在后备箱的司机。于是两个警察便决定连人带车开回警局。另一边的耿浩在过路卡时被警察发现了车里的冰雕茶猜，为了躲避警察的追赶，耿浩将车开进了一个废弃的隧道。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惹了一身事的他，将师傅的遗像摆在地上，拿着乌龙帮给的1箱钱烧了起来。没烧几张就发现这些钱居然是真的。就在他准备拿着钱跑路的时候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是殡仪馆馆长打来的电话，控诉他的朋友李法拉抱着骨灰盒过来，不仅不埋还打人。耿浩一听到李法拉的名字就气不打一处来，他调转车头来到李法拉家。此时李法拉因为挣脱绳子时撞坏了燃气管道，燃气泄漏，自己也命在旦夕。耿浩到了以后，先是录下了李法拉承认罪行的视频，接着把他扛上车送往医院。李法拉却中途醒了过来，拿起手边的箱子砸向了耿浩，车子失控撞向了路边的挖机。随后李法拉将晕倒的耿浩推下车，把摄像机里的内存取下后，提着装满钱的箱子回到家。此时他家已经被脑子不太好的乌龙帮小弟炸成了废墟。耿浩被一个警察叫醒，心虚的他不敢逗留。离开时被反应过来的警察发现了通缉犯身份，并通知了局里他的行踪。耿浩为了甩掉警察，上了一辆开往体育馆的大巴。出租车上的警察得到消息后也掉头赶往体育馆。此时两个杀手并不知道，和乌龙帮约定见面的出租车上已经换成了警察的人，他们跟在出租车后面来到体育馆。耿浩换上赛车手的衣服，混进了自行车比赛的队伍。乌龙帮老大从煤气爆炸中醒来，睁开眼就看到提着自己箱子的李法拉，二话不说就给了他大腿一枪。电视上正在直播自行车比赛，老大看到了耿浩的脸，他马上开着停在门口的货车前往比赛现场。李法拉也骑着摩托紧随其后。比赛正式开始，重回赛场的耿浩很激动，他一马当先将对手们甩在了身后。两个警察开着出租车冲进了比赛场地，两个杀手也紧随其后。耿浩这次率先冲过终点，赢得了第1名，但他没有停下，一路开进了隧道。开着货车的老大首先追上了耿浩，两人一前一后跑进了废弃的隧道。老大逼问的潘下落，见耿浩不开口，便一枪打向他。好在胸前那枚银牌替他挡下了子弹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。李法拉开着摩托也跟了进来，他将警察引进隧道，拖住耿浩，自己则继续向前逃去。还没等他高兴多久，就被耿浩安放在洞中的茶猜冰雕吓破了胆，车子也失控朝着栅栏撞去，一根木桩直直地插进了他的身体。老大和耿浩相继被赶来的警察控制。两个警察因为出租车没油而错失大案，十分郁闷，大案就送上了门。杀手拿着德品找上了他们，还问两人到底要不要交易。二人对视一眼后扑上去控制住了杀手，相信这一干人等的落网会帮警察解开这个充满巧合的离奇案件，将真正的凶手绳之以法，还被诬陷的人以清白。